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接下来讨论到美国，因为现在美国发生了枪击案哦。不过这枪击案哦，真的是蛮可怕的。这个人呢也很特别，他是川普的盟友柯克，他是参与了大学活动中哦遭颈部枪杀哦，然后呢他就是身亡了。那现在判定说可能是从屋顶开枪。那柯克其实当时哦在一顶帐篷下对群众大声的说话，结果传出了枪响，好遭人这个颈部开枪当场死亡。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哦是这个大家当下发生之后赶快逃离这个事发地点的这个现场的这个仓皇逃离的影片哦。不过因为这个枪杀的画面实在太惊悚，我们就不播出了。但是可以看到，这当下确实相当的可怕。好，那犹他州公共安全厅的厅长说，对柯克开枪的那一枪可能是远距离发射，所以判定应该是从屋顶射来。那犹他州的这个州长哦，则是说柯克遭遇到的枪击案件，他认为是一场政治暗杀。好，那政治暗杀的话，是不是就是因为他跟川普有关呢？我们看到美国的政治暴力也正在升温当中哦，所以柯克遭到枪击身亡，川普当然发声了。我们看他怎么讲，他说这个柯克是川普的这个有影响力的盟友嘛，所以他也是在校园举行露天辩论而闻名。那川普是说，伟大的甚至是传奇的柯克去世了，没有人比他更了解美国年轻人的心。所以川普后来也下令说，全美是降半旗4天。好，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难过的讯息哦。但是现在在美国，恐怕这样子的乱象还有可能持续上演吗？我们自己来看川普他到白宫外的餐厅来用餐哦，其实他也是被抗议人士来骂。他是到了跟顾客打招呼哦，然后呢，有一个顾客，一群人哦，手持着巴勒斯坦的旗帜抗议，那群众就开始喧哗，说解放华府，解放巴勒斯特，川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希特勒。好，就在川普面前讲哦，直接大打川普2个脆配。好，那经济持续的疲软，路透也民调发现说，川普的支持率是42%，所以川普是不是面临一个蜡烛多头烧的局面呢？我们看到他跟中方之间的关系哦，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像王毅跟卢比欧通话了，那王毅这边怎么说呢？他认为说，这个美方哦最近来采取一些消极的言行，损害了中方正当的权益，也干涉了中国内政。他说这是不利于美中关系的改善跟发展，他们明确的来进行反对。好，但是美中防长之间的这个视讯通话哦，其实大家也很关心，聚焦在什么议题呢？有聚焦在台海跟南海。好，新华社的报道说，董军跟赫格塞斯视讯通话，那这是川普2度执政之后，双方就中美两军的关系、台海局势还有南海争议的安全性，首次来进行了通话。好，我们先看到美国的赫格塞斯哦，他是说我们无意寻求跟中国的冲突，但是他说美国在亚太地区其实是有重大的利益，而且会坚决的保护那些利益。那我们看中国的董军，他则是说必须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任何以武助独、以台制华、图谋跟干涉，都将挫败。好，两方回应都非常的强硬。好，但是美中防长的通话到底用意是什么呢？学者分析哦，像是这个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不是在10月就要在南韩庆州举办吗？到时候其实就有可能在场边举行川习会，所以美中防长的通话就是让川习会的道路先更平顺，有点是预先做了一个相互的沟通。那美中之间的状况有没有可能会因为中俄的联手会有一些更大的变化呢？我们看到中俄盟的93阅兵之后好像更熟了，现在要继谈妥能源议题之后首度的边防联演。好，这是解放军旗下的中国军号的微信公众号的消息，说8号到9号他们3国呢是以联合防范打击边境地区恐怖破坏的活动，在这个边境进行了一个联合的演练，这是3方首次组织了边防部队来参与这个联合的演习。那另外他们这个边防的演练呢，其实还有在说谁的境内啊，谁牵头啊，多边协商的平行指挥为原则。那里头有个亮点呢，我们带大家来看画面，也就是这一次的演习呢，中国大陆派出了哇，看到吗？机器狗旁边有真的狗嘛？好，做了一个对比，好来进行协同的侦搜，并使用了无人机往目标蒙古包内来投放物品哦，所以看得出来他们的科技
技啊，在军事上面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进展。好，那我们看到上合峰会中俄印三角互惠的格局已经成型，所以现在川普的关税将印太支柱是推向了中国。好，也就是因为这个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的架构难跟中国的基建方案来抗衡，所以如果再加上俄罗斯以能源跟军火为补充的话，哇，当然去美化的倾向是更明显了。那上合峰会将会是中俄印三角互惠逐步成型的一个起点。好，当然这个现在整个国际氛围，我们还是要讲到美国，看起来是不是已经非常的乱呢？我们先问永明教授。你知道，当这位科克在犹他就是 Valley University， 他等于是犹他山谷大学，不是犹他大学，他坐的一个椅子上面有这个帐篷遮住。那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突然就被枪杀，然后在那个 amphitheater 整个坐了几百个人都惊慌，到现在为止还没找到凶手。他是31岁，他自己组了一个就是组织平台。在川普竞选的时候，大力的支持川普，宣传保守以及支持枪支的言论。那在他被枪杀之后的，马上股市，美国的这些枪支的公司的股票大涨。这个很特殊，也就是说，对于他所支持的枪支，代表的不只是他支持，而代表的是。整个美国社会看到这个混乱即将来临，而购买枪支一定会大增，因为现在在美国的售卖枪支的店比便利商店的数目还多，你难以想象哦。你不要用台湾的这种思考，因为美国的便利商店平均没有那么多，所以现在在美国变成一个是川普成立战争部，结果呢，这个不是要去跟大国打仗，而是要跟民主党打仗。因为从华盛顿到芝加哥，他要开军队进去维持治安，然后你就看到对于所谓的反犹言论这种压制，已经到了违反人权，发生在加沙的事情完全视而不见。那当然，这个拥枪的这位保守的年轻的支持者，你碰到年轻人有一些非常具有理想性格的，可能就会采取这个动作。所以美国开始走向极端的两极化撕裂，这个美国内政其实会越来越严重。再讲到过去这24小时，美国跟中国大陆的2位国防部长通话，2位外交部长通话对不起，美国应该是叫战争部长，他不叫国防部长战争部长跟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长通话，所以赫塞斯跟董军，然后呢Rubio 跟王毅在不到24小时差别，连续有点像是一个2+2的规模。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情况呢？再加上美国国会又宣布，美国国会众议院军委会民主党的首席议员会带着跨党派的议员，在10月份的时候呢，前往中国大陆官方访问，这从2019以来的第一次。再加上之前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战争部宣布的国防战略报告，今年会大转身，也就是它会从过去针对中俄的压制、军事的对抗，转为维持美国的国土安全跟西方的领域。这叫什么意思？这叫做保存地位与安全，然后呢，等待美国再次伟大。所以中美之间第一个这个关系会有个新的框架会出来，而且我预言今年。川习会举行，只是在什么方式举行？是川普直接去北京，这个当然是最好，那就直接就谈一个框架，内容会出来。第二个是他们可能在 APEC 的高峰会在韩国见面，那当然如果只是在 APEC 的高峰会，那格局就时间就稍微小了一点。不过呢，这个都代表这几天你看已经在做铺陈，在做准备了。因此我们在亚洲，我们在两岸，我们在台湾。真的要知道整个大的趋势的变化，这个大国决定世界局势的2大国家，特别在9·3阅兵之后，他们的走向、他们的安排，深刻的影响台湾的方方面面。而可惜的是，赖清德的国安会副秘书长只有37岁。好，接着问邱毅委员。大家在台湾，大家看到了柯克在犹他州的大学里面演讲，被枪杀了。
我不认为这个叫政治暗杀，但是它确确实实是政治暴力。我为什么说大家会有所感呢？因为川普从选举到执政以后，他所制造的美国社会的撕裂、矛盾、对立、冲突，已经开始发生严重的后遗症了。它造成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相互的敌视啊，所以自自然然会使未来整个社会的混乱度会越来越高。所以刚才永明特别也提到了，为什么美国的枪支这几天卖枪支的股票都会上升？理由很简单嘛，大家都预期到这个混乱时代的即将的来临嘛。这个柯克他就是 MAGA 里面非常有名的、具有代表性的网红之一嘛，才30出头啊。当然，在整个大选里面，他立了功劳，他也是川普喜欢的人、欣赏的人，他也是小鬼当家的一员，就是如此啊。可是问题是，这些人在社会里面，他所制造出来的撕裂跟对立，我不愿意讲得太白，否则会影响台湾社会的安定。但是你看了没有所感吗？所以赖清德真的该收手啦。你如果真的有反省之意，在大罢免大失败之后，真的有反省之意，你真的要把现在还在活跃在台面上的那些所谓的支持你大罢免、跟着你屁股后面走的那些网红、那些主持人物、那些名嘴，你要给他们进行比较大的、明显的压制行动嘛，否则就会发生这类似的问题。好，那接着我稍微提到了2+2的问题。赫格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里面，他是怎么抹黑中国大陆的？他是怎么攻击中国大陆的？他是怎么渲染中国威胁论的？没有道歉啊，所以他跟董军之间的会面一直没有办法成型。这一次总算通上电话，那紧接着24小时以后，王毅又跟卢比欧又通上了电话。所以永明刚才不是讲吗？这是另类的2+2，在里面至少几个特色。第一个特色，他基本上他不再谈印太，他谈的是亚太。为什么？因为美国跟印度之间现在有了矛盾啦，所以战略收缩从原来拜登时期的印太变成现在的亚太。第二个，聚焦在哪里？聚焦在台海跟南海，尤其是这一个董军特别提到的，他不要美国在以武助独、以台制华这8个字是非常大的警告。我认为赖清德应该要听下去了。好，我们接着问将军。那个中国大陆跟俄国还有印度啊，它这3方面，这因为它都聚在一起啊，中俄印，中俄跟这个跟俄罗斯还有印度，他们是因为能源的互补性。因为乌克兰战争，现在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啊、能源卖到中国大陆，还有卖给印度啊，相对的便宜。那刚好他们需要，中国大陆也需要，然后俄罗斯刚好可以供应，然后收到这些外汇来打乌克兰战争。所以在这一方面，他们的互补性呢，也就是让地缘战略以前的可能会有地缘战略紧张或对抗，因为能源的互补性而造成地缘战略变得合作了。那变成合作之后，那这样的美国想要在这边来做制衡战略，美国这一方面这个牌啊就没有那么灵光了。他们变成地缘战略这3个国家啊，由合作取代对抗。那美国怎么样从中去把他们分开，让他们不会那么的紧密的联合在一起？美国困难度变高了，所以令美国忧心，因为美国以前采取的是制衡战略，拿印度来牵制中国大陆，或拿中国大陆来牵制俄罗斯。那现在这张牌好像不太管用了。那第3个，美国的短板呢？美国国力没有像以前那么大。美国以前国力强大的时候，呼风唤雨，一呼百诺，大家都听从美国的这方面的分配跟领导。那现在不是了，美国不是一呼百诺了。美国又制衡战略又失败，所以现在美国在这一方面的这个世界的影响力，会因为地缘战略的合作，会让美国的这个影响力式微。
那我们现在再换个另外角度来看，中国大陆跟蒙古还有俄罗斯的这个我们讲到的边防演习，那边防演习我们可以看出来，哎呦，机器狗出来了。由这次边防演习来看呢，未来陆上战争的形态啊，是空中有无人机，地面有我们讲机器狗、机器人，那变成这样。那以后变成无人机还有机器狗、机器人去取代这边防的一些比较很简单的冲突，那就靠这些来做实施来做执行，人员的伤亡降到最低了，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讲的 UAV 都变成人工智能、人工智慧这个 AI 来做逐渐取代了。这个将来先用在边防，那将来可能用在战争上面。所以我认为现在是一个局部性的，将来是一个全面性的运用。对，这样的运用哦，一定会让未来的这个军武啊，或是战争哦，进入一个更新的时代。但是会不会又会造成更多的战争哦？真的希望不想要。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接下来关心的是以色列跟中东之间的发展，因为现在以色列看起来胆子很大哦，他现在最新又轰炸的是也门的首都那我们看到他是以空军在10号的时候轰炸了也门的首都沙那。好，那消息人士指出说，这次的轰炸针对的是青年运动的这个斩首行动那青年运动正启动防空的系统，要迎战以色列的战机。好，我们现在画面上就是他轰炸也门首都那造成了35死130伤。好，那胡塞武装的总统马沙特则是回应说，我们以色列是保持警戒，因为报复必将到来就呛瞎回去。但是我们知道前一天其实以色列也对一个国家就是有攻击，也就是卡达好，卡达这边呢，大家就现在质疑说，这个耗资了数百亿美元，号称中东有最先进的防空系统，结果怎么还被这个以色列攻击进去了，成为不折不扣的战略性羞辱，好像是一个纸老虎一样。所以现在就预估说，这个神鬼潜入可能有3大可能剧本，第一个就是逆踪战机突防，还有一个是视距外打击，以及电战还有网战。所以现在大家对于美国规的这个防空系统的信誉还是深刻的在质疑因为连这个卡达的这个防空网都变成了一个纸老虎。那以色列空袭卡达与海湾国家的正常化，其实成为了一个泡影。好，以国长期希望跟海湾的这个阿拉伯国家正常化的关系努力现在看起来已经是被这个加萨停火谈判陷入一个瘫痪。好，那以军突袭卡达，所以中国外交部也说了，说武力换不来中东的和平，要对话谈判才是一个根本的出路。好，那现在以色列对于卡达部分真的很引发关注，尤其美国现在看起来跟以色列关系也是有一点微妙。好，我们看到了这个川普马上是说，对于卡达被攻击他感到非常的不爽，因为卡达是这个川普美国这边的盟友。好，美国的政府高官也说，川普对于纳坦雅胡感到很失望，认为以色列单方面的行动其实限制了美国，而且跟美国在中东的目标是相互冲突的。但是纳坦雅胡只说，我只有短暂的时间发动袭击，我就抓住了这个机会。那甚至呢，以国的国防部长卡茨则是说，未来将持续的锁定哈马斯目标据点跟人物。他说，没有地方可以成为哈马斯的藏身处，没有觉得自己有错好，那以色列的驻美大使则是说，眼下我们可能会受到一些批评，但是会克服的，以色列会变得更好的。如果这次没有抓到他们，下一次我们就会做到，仍旧没有认为自己有错误。好，不过被川普骂也不怕以国的官员坚称打卡达没有错，他说这个袭击是正确的决定。不过我们看到美国白宫的新闻秘书则是说，川普对于以色列在卡达针对哈马斯发动的袭击感到非常糟糕，那也保证说这一件事情不会再发生。不过以色列看起来已经是管不动了这美国可能还要是个非常的警戒因为卡达遇袭，现在中东的信任基石已经坍塌
所以呢，很多人想说，这个长期遭到支持的以色列都可以袭击美国盟友卡达了。那美国政府的含糊回应也非常含糊不清哦，所以对于这个中东国家重新评估对美国安全的一个保障信任，必须要重新思考了。好，那 CNN 则是认为川普的威信恐怕会遭到一个严重的打击。那再来就是因为这个以色列空袭卡达这件事情，专家认为美国将会是最大的输家哦。认为说这件事情这个美国不愿或是无力遏制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攻击，是正在损害美国作为海湾地区安全保障的一个信誉哦。所以在中东发生的这件事情很多人认为是让人倒吸一口气哦。所以现在默契被打破了，红线就会变成是一个虚线。好，我们首先问的是将军。我认为这一次以色列犯了3个战略错误。第一个，他要先打招呼，先跟美国先讲一下，结果他在之前的提前量根本不够，结果先炸了卡达，变成了到了卡达杜哈，结果这个变成了这个先斩后奏。你先斩后奏，那个以色列后面的大老板就是美国嘛，美国在联合国一直挺他，怎么都挺他，他都每一次都是美国一票否决，对以色列要求停止这个在加沙走廊的屠杀，要求以色列立刻停止侵入这个加沙走廊，也是一样啊，都是美国在边挺啊。结果现在没有打招呼，我认为犯了第一个战略错误。第二个，他不应该实施这空中轰炸，他可以拿其他的方法，其他方法很多嘛，你可以就地面都屠杀。他不是上一次的时候我们知道有那个金阿波罗有没有？就是那个 BB 扣事件啊，你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因为以色列的摩萨德就是他的情报组织，他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针对性的斩首就可以了。你不要这边派了逆中战机，然后这个深入卡达对杜哈实施轰炸，这个战术轰炸、战术奇袭我认为他算杀不得，我认为是失败的，因为你要对的是这一个哈马斯组织、哈马斯政权的首领啊。那你今天杀到没有？做到没有？也没有做到啊。那情报失灵啊，那这样子的话，换言之，这次行动是失败的。而且我们知道，哈马斯组织它是很严密的，就算是斩首成功了，他替代人出来了，他都有替代人，第一替代人选，第二替代人，第三替代人都会出来。哈马斯的这些首领你是杀不完的，因为他这样的，他代理人马上就上来。所以以色列这一方面，我认为会制造更大的仇恨。而第3个战略错误引起了整个中东国家、阿拉伯国家，甚至穆斯林国家对以色列的这种制裁，或以色列这种仇恨。因为我们知道穆斯林总共有在全世界81亿人口里面的穆斯林有18亿，相当多。我们在这个东南亚的印尼2亿7千万，那印尼啊是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尼也是啊，巴基斯坦也是，巴基斯坦1亿7千万也是穆斯林国家。那还不要忘了这些中东地区，以色列已经打了5个地方了，以色列打了加沙走廊，打了黎巴嫩，打了叙利亚，打了这个我们讲这样的胡塞组织啊，也打了伊朗，他打了5个国家，你现在又要打这个我们讲的杜哈，就是讲的卡达，你打第6个嘞，你全部都在打那中东地区其他国家怎么看？阿联酋会怎么看？沙特阿拉伯就是沙特他会怎么看？其他国家怎么看？伊拉克会怎么看？你甚至北非那些国家，包含埃及、包含利比亚，他会怎么看？你甚至穆斯林国家土耳其会怎么看？是不是会对以色列这边做围剿，做外交上的围剿，或者是其他的这一方面对以色列这种我们讲到的在外交领域中的这种封闭，我们讲的把它做扼杀，会不会这个样子？所以我认为以色列小小的战术成果，但是却输掉了世界这个区域，包含中东，包含世界的大棋盘。我认为以色列在这一方面呢，我认为他太莽撞，往往他认为他得分了，但是在世界的大棋盘上，以色列严重失分。好，我们接下来问教授。以色列在遭受到恐怖攻击之后，这是一个大规模的恐怖攻击，来自于哈马斯对以色列的年轻人，造成了1100人死亡。但是以色列随后的反击是针对整个加大地区，现在已经造成超过6万人死亡，超过一半是14岁以下的儿童。整个加沙已经完全是毁灭，他现在更进一步要占领加沙市。联合国已经认定这个是一个种族违反人道罪，接近种族灭绝的大屠杀。欧洲的各国也是这样子的观点，
不是我说。同时，他也开始对反对他的有意见的，像是真主党、黎巴嫩、胡塞组织、伊朗，以及现在是打卡达，跟进一步在打也门，这些国家都被他打的军力差太多，只有伊朗打到后来是以色列要垮掉了，美国才出手打伊朗的核设施。所以你中间这个上面写的美伊撕破脸，你不要上当。这是美国的媒体在帮他擦脂抹粉，因为在打了卡达之后，川普的推文上面写，我事先知道，我虽然不赞成，我也觉得没有办法达成我们的目标，什么目标？就让更多的人质放掉，但是呢，我还是要我的特使去处理。结果不幸的是，卡达事先还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攻击已经发生了，所以根本川普知情。而且他还放行，才使得以色列成为中东任我行，中东小霸王。这完全就是美国在后面在纵容，美国在共犯。那现在我要问一个灵魂拷问了哈：恐怖主义者跟种族灭绝者，哪一个更应该受到谴责？不应该问这种问题的。但你现在面临到的就是这个灵魂拷问，都应该受到谴责。但各位知道吗？恐怖分子在他这个社会跟国家可能是被认为是劣势啊，因为他发生一定有他的原因，可能是被迫害，长期数十年。我亲自在以色列看过黑寡妇的恐怖攻击。我去一个市场，第二天看了报纸，市场附近另外一个当地的市场，黑寡妇死了丈夫，死了小孩，死了家人，就妇女绑的这个炸药，然后呢，现在在媒体上讲这个东西不太好，但是恐怖主义者受谴责，但种族灭绝者21世纪了，还有种族灭绝者存在，那就在以色列现在那位内塔雅胡，他就是种族灭绝者。而整个以色列军队、美国政府，从拜登到川普，不都是纵容他们吗？好，其实这说起来有点讽刺哦，他们当初也是被害者嘛，现在变成一个加害者的角色。邱毅委员，这个事件3个可能：第一个，以色列隐瞒了美国；第二个，美国管不住以色列；第三个，就是以色列跟美国之间勾结合谋，导演了这样的一场冲突事件嘛。我认为是第3个。为什么我这样认为？你知道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到卡达的杜哈有多远吗？超过1600公里。它有2条路线，一条是从以色列到约旦，到沙特阿拉伯，然后到卡达。第2条路线是由以色列到黎巴嫩，到叙利亚，到伊拉克，到科威特，然后攻击卡达，就2条路线啊。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多少美军的基地？尤其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基地就在卡达。美国的雷达系统是吃屎的，你难道没有侦测出来？以色列的15架战斗机、15架轰炸机，跨越了1600多公里，远程的飞行，然后对卡达攻击，难道你没有警觉出来吗？可能吗？当然不可能嘛。好，在那一个攻击的标的，在几秒钟内，这15架轰炸机就投射了大概10枚的导弹，精准的打中了那个3层楼的楼房。里面的哈马斯的高层在干嘛？在讨论一份以色列跟哈马斯要以哈停战的方案。这个方案是谁给的？是美国给的。他们在讨论美国给的方案，而他们在那个地方讨论，美国完全知道啊。也就是美国把这个情报给了以色列吧，以色列才能做精准的打击嘛。为什么我说他反人类？
为什么我说这个是一个屠杀？道理很简单啊，那个3层楼，他们以哈马斯的高层在讨论停战方案的楼，它离中国在卡达的大使馆有多远？你知道吗？800米，有800米，不是只有中国的大使馆，旁边还有好多个国家的大使馆都在旁边，还有一间国际学校。难道你那时候去炸这个楼的时候，为了要铲除？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的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好，节目一开始，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文大国际所教授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一轮好，各位朋友好。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有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呢，大家都很关心哦，说现在赖政府到底在进行些什么呢？其实他之前也接受过专访嘛，说要从4个优先开始。但是呢，他就提到了一个政策，其实还蛮引发讨论了，就是他抛出1个小孩就能申请外籍帮佣哦。好，那这对我们有1个小孩的人来说，确实有一点眼睛一亮。但是也有人说，这个钱从哪里来呢？毕竟养孩子已经很辛苦了。好，我们看到劳动部长洪申翰说，评估当中。好，那他这个赖总统当然是希望说可以释出妇女的劳动力。好，但是这一句话就让女性团体非常的不满。然后这一位是谁呢？他是吴欣岱，台湾基进的。他之前有曾经选过这个内湖南港的立委。好，他现在对于这句话有什么认为不妥呢？他说赖总统提出这样的说法，不就已经预设了女性等于家务劳动的负责人吗？他认为这是一个刻板印象，而且是政治不正确，也没有实际的贴合现实。好，我们就看看劳动部的数据显示哦，其实113年劳动人力职业妇女的比例，15到49岁有偶就是有配偶的妇女劳动力的参与率是78.39%，也就是所有的妇女她有配偶的话，她还是会出来在工作，所以这个解放妇女的劳动力看起来确实有一点点这个刻板的印象。好，但是现在呢，我们也看到说这个柯文哲的案子部分也是持续的跟赖政府有一些连结。当然，北院现在续审理这个金华城案，那早上的时候，这个柯文哲就已经抵达了法院，也出庭。好，这表情轻松也隔空跟支持者挥手致意，在进入院区时更是小跑步的握拳。那到底这个赖总统有没有可能干预司法来办柯文哲呢？很多人有这样子的疑问。林濁水认为应该是不可能。好，我们来看看林浊水怎么说。他说，事实上赖清德有一个很特别的个性，就是小面神。台语的意思就是脸皮很薄，所以有些事情他认为赖清德是做不出来的。所以小面神让他做是绑手绑脚。他说这种人连柯建铭都不敢介入的，他怎么会去介入法官跟检调呢？所以林浊水随即就这个摇摇手，认为这个赖清德不可能。但是网友不买单网友说，大罢免后就改口了，相信他是小面神吗？还有人说脸皮是要多薄，用尺量过吗？那有人说不是你说薄就很薄不是这样子的好，不过赖总统，我们看他现在对于有一些这个事情上面，他也是很强硬，有在反攻例如是赖总统最近被人家做说他去参拜日本的靖国神社，说祈求2028年要连任。好，这个画面其实他去拜的是桃园的慈母宫参香的画面，结果被人家恶创了，所以台湾事实查核中心追查之后就发现这是一个错误的不实讯息，所以赶紧的来进行这个澄清。好，但很多人就说哇，现在赖总统的影片这个事实查核中心很用力在帮忙澄清因为我们也之前看到了，连于北辰将军他有一个被揍的影片，也是一路打到走廊的这个画面那大家一看确实也都知道有一点怪怪的嘛。好，那这个事实查核中心当时也马上的就来进行澄清。那当然网络上现在二创影片 AI 影片很多，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之前有个赖清德痛骂郑丽君的 AI 片。好，那当然现在民进党也有来进行澄清跟检举。好，所以大家在判断上面也需要一点点的这个
想法的推判的能力。好，但是赖总统现在对于国安韧性自然是觉得很重要，但是有一些国安的私烟案哦，现在看起来是轻轻放下。我们知道这个特勤军官邱意莹的胞弟等12人都是轻判，不过高检署现在认为已经违背了法令，这对12名被告继续的提起上诉。那还有在供应链跟数位通讯，还有全社会的防卫以及经济，赖清德的4大面向也认为说必须要来加强保卫台湾的国安韧性。好，这都是好事，但问题就在呢，行政院也认为说这个国安韧性的特别预算也必须要聚焦在中国的灰色地带攻击，还有强化海巡的无人机。好，我们说国安真的很重要，但是我们的国安单位人才的部分现在被质疑了。我们之前也曾经讲过，这个国安会有新的人，也是很年轻的，包含是赵怡翔、李问跟林非凡都当了国安会的副秘书长。但是现在有美国记者批评说我们这3位不但年轻，也没有任何的情报还有军事上的专业，认为国安会这些重要职务就如同小鬼当家，也就是说 the kids are in the house， 就有像是小孩们在家里的感觉啊。好，这3位的国安会副秘书长其实都不超过37岁，那现在红到国外了，大家质疑这个国安专业的问题。好，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到说赖总统对于这个政策上面有这个外籍的部分，就是1个小孩就能申请外籍帮佣，好像听起来不错，但是有人认为他不知民间疾苦。我们先来问委员。依伦所提到的这个政策啊，正好展现赖清德不知民间疾苦。怎么说呢？劳动市场里面有供给跟需求，现在台湾的劳动市场所发生的问题是经济不振，关税贸易战的冲击到来，台湾的传统产业可能会形成一个大灾难，所以整个劳动需要在下降啊。很多的企业它停产减产，很多的劳工要面临无薪假，或者呢要面临减薪的命运，甚至出现了公开性的失业。所以台湾现在的严重的问题在于公开失业严重，在于隐藏失业也严重，在于摩擦失业跟结构失业、循环失业都很严重。所以现在要的是如何提振台湾的经济，增加劳工需求。可是你看赖清德这个政策，他释出妇女劳动力，他在干嘛？你现在已经是劳动供给大于劳动需要，造成了公开失业、隐藏失业的问题。你在增加妇女的劳动力的释出，那不是又增加劳动的供给吗？那不是加剧现在劳动市场的危机吗？所以赖清德，你有对症下药吗？你没有对症下药啊。问题也不出在吴欣岱讲的那个问题上面啊，问题就出在你根本不了解劳动市场，要从供需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台湾现在面临的就是大家所面对的失业的危机，除了年轻人的失业，还有什么失业？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中年失业的危机即将到来。而妇女为什么不参与劳动市场？很多不是她不愿，而是真的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所以你赖清德要做的就是如何提振台湾的经济，增加劳动需要，解决目前的公开失业或隐藏失业的问题，这个才是正道嘛。另外啊，你说要增加外劳来作为家庭的看护的帮工，那我请问你了，你外劳进来之后，当然会刺激到本劳啊，所以才会有就业安定基金啊。就业安定基金就是你拿来帮助受到冲击的本劳，让他们能够很快的失业之后找到工作，减少摩擦失业，帮助他们做劳工的职业训练，让他们解决结构失业的问题啊。这个才是正办啊！可是你底下一票人都在滥用就业安定基金啊，你要去了解这个问题，对症下药啊，否则你就跟白差没有差别了。好，第二个，林濁水啊，第一个可能是老了，第二个啊，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啊，你反而不了解你旁边的赖清德，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或者你根本不敢讲出真话。赖清德有没有干预司法？你叫他摸着良心讲，他有没有以政治力干预司法？当然有啊，这个是台湾整个社会里面大家都知道的公开的事情，连秘密都不是。赖清德也没有遮掩啊。台湾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政治的冤案？而且刚才提到国安私烟的问题，大家发现啦，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到最后这个案子由重判到轻判，到最后无疾而终。只要自己人都是如此啊，郑文灿不如此吗？陈启玉，你有听到这个《镜周刊》抓着陈启玉每天报吗？只有陈启玉在被监听的时候听出来了一个小英男孩郑义林，所以有引发另外一个小英男孩案吗？小英男孩案有后续吗？也没有啦。可是你看《镜周刊》对柯文哲多有兴趣啊，不断的制造各种的谣言来成为社会舆论的话题。这个不就是所谓的林代化的名言，政治干预司法，司法介入初选，不就如此吗？这是你党内你身边的一流的立委，林代化是一流的立委，他所感受出来的一个你干预司法的结果啊，林濁水退步啦，该真的退休啦。好，接下来问永明教授。我们赖总统的国安会3个副秘书长也帮我增加了知名度，因为最近的报道都拿我跟他们做比较。但是很遗憾的是，我现在不是37岁，我是61岁。我来跟大家分析总统有2个幕僚体系，一个是总统府秘书长、副秘书长，另外一个就是国安会秘书长、副秘书长，还有咨询委员。那总统府里面的秘书长跟副秘书长主要负责国内事务、台湾内部事务党的事务。那但是呢，所有国防、两岸、外交以及经济、对外经济层面，通通都是国安会负责什么呢？资讯的收集、分析、解读、建议以及建言。那甚至呢，如果总统指示的话，还要负责协调、沟通，甚至执行、监督。其实他的权力可以很小，就只是一个做研究的幕僚；他的权力也可以很大，在部会之上负责一个重要大的项目跟计划的执行。所以国安会副秘书长现在37岁，就像这位美国记者所说 ，kids in the house， 也就是说他觉得太年轻，都没有军事情报，也没有外交，也没有国际，当然也没有两岸的经验。然后呢，在自己的领域里面也不是方面专长，同时在他同才之间这些领域，他也不是备受肯定的人。所以这个犯了2个问题。第一个，也就是赖清德他不愿意找核心幕僚帮他做提案，帮他做建言，甚至帮他做他不想听的意见，忠言逆耳，这个很重要，又是做幕僚的。第二个问题是，现在的秘书长还记得吗？那就是吴钊燮，显然他已经是状况外，而且我个人质疑，美国人也不信任他，因为他过去的助理是共谍，所以才会有赵怡翔，因为他过去在美国驻美代表处做过政治组组长，虽然也很年轻，但是呢有这样一个经历，跟美国也许官僚方面有一些沟通管道，我怀疑就是这样的因素，赖清德把他找来。可是呢，他们要怎么样去跟总统做建言？总统听他们的建议会重视吗？当他们去面对部会或者是学者或者是外国的这些相关的专家学者或者是官僚，那大家会尊重他吗？如果他对这个议题本身都不够熟悉，我以前在做这个职位的时候，我有一个秘书2个助理，这的人不多，秘书是负责行政，那2个助理，一个是国安局出身的少将，另外一个是日本的博士。后来我离开的时候，他现在在国立大学做教授跟所长。所以这样子的
人才有能够去对这些议题做整体的关照、建议，甚至执行。而现在赖清德他的国安会的选择，就代表赖清德他的个性，他听不进别人的建议，他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人在身边，他基本上就是把他当做一个助理、小幕僚在使用。好，不过因为国安会哦，这是关乎到整体国家安全性的问题哦，所以当然哦，这个精力跟专业当然是被很多人所关注的。好，将军，看了这个内容就知道赖清德的负能量太大了，负能量太多了，他应该要赶快急速调整，不要再刚愎自用、我行我素。他用人是小圈圈，用人小圈圈，这个治国应该用大圈圈，用人才广纳贤才。要这个样，他没有，都用小圈圈。然后这个刚才讲到，就是这个不干预司法，他干预是人尽皆知，都在干预司法，办蓝不办绿。然后自己的人有假学历，保密30年。那保密30年之后，现在的大概这些滚滚诸公50岁，30年之后都80岁了，还有这个体能，还有这个体力，还有这个心气关心吗？都是这个样，他拿时间去躲避责任。所以赖清德在这方面是很不负责任的。他在这方面，他比如讲过说，不是票多就赢，那他凭什么当总统？不是票多就赢哦，不是这个样子哦，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民主政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决，这就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就是这个那么简单啊。不是多数就是赢哦，怎么可以这个样？办蓝不办绿，绿的在那边伪造文书，也在那边抄。把意向书变成联署书，都在那边变造。这个赖清德为什么不办？这个就是这个差别太大了。办你不办呢？借司法之手啊，打压异己，删除这个，把这个异己除掉，这完全违反非常荒谬的事情，很荒腔走板的作为。那我们来看这些国安会的这些他的执委还有副秘书长，要有专业背景啊，要用专业背景，看没有专业背景。我们跟美国谈判关税谈判，郑丽君他没有专业背景，没有经济背景，从来没有谈判经验，率队去谈判就谈得一塌糊涂。我们的关税最高20%，高过韩国，高过日本，这个还要叠加关税更惨。所以现在这个民间老百姓还有企业界生意非常难做。你派这个没有背景就去了，去了之后还到现在为止情况那么糟都不敢面对。要跟国人报告为什么会谈出这荒腔走板的结果，让我们民间企业界、工商界，甚至我们的基层的劳工都要去，他无薪假啊，怎么办？对不对？要去想到这些。那这些人从他现在用这些人没有专业背景，没有专业，也没有经验，都没有了，在当这个年级经验什么都。现在国际的情势这个复杂万端，瞬息万变。更应该有这些有经验的人才出来相助国事，这样子才能够把我们这个整个台湾整个国家的气势带起来啊！所以我们现在看我们真的国运呢，每况愈下，就是用人都不用人才，用政治分赃，用酬庸，把我们台湾社会带向一个负能量太大的一个地方。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